儿子回家时遇到了儿子，一见面他就直接扑了过来。娘亲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等你1个月了。儿子在家，那我手里牵着的是谁？娘亲，他是谁？你何时给我生了个弟弟？看着他那浮夸的表情和动作，我几乎第一时间就确认了，这个才是我儿子。胡说什么？娘才出去1个月，怎么可能生这么大的弟弟给你？那他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于是我轻咳了一声。这位小友，你变成我儿子的模样，跟在我身边，有何贵干？他茫然看向我，我没有变，那日是你先喊我的。身上又落了道想刀人的视线，我默默地推开年仔的脸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这倒是真的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行了嘛，你还乱认娘？这是我娘亲，你自己娘亲呢？我没有娘亲。刚刚还气势十足的年仔一愣，不由放下了手，看向我。娘，我说错话了，我真该死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既然不是年仔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念，我叫阿念。如何？可有打探到谁家小孩走丢了？没有，不过什么？不过天界倒是有消息传来，有位帝君的小太子走丢了，如今正在派人找寻。哪位帝君？昆山区长泽帝君。我早该想到的，在这个世上，能和年娃长得一模一样的，除了概率问题，那便是当初我诞下的另一颗龙蛋。当初我生下天帝的双胞胎龙蛋后，就带着其中一颗死遁了。原以为这辈子都没法再见对方，没想到我这随手一捡，竟然就这样捡到了我在这世上的另一个孩子。娘亲，你是不是又滚泥潭了？我有些嫌弃的皱眉，拿出手帕给他擦干净，擦着擦着，身上就落了另外一道亮闪闪的期待的视线。娘亲，你给阿念也擦擦呗。他不说，我也会给他擦的。借着擦脸的功夫，我仔细打量他，其实还是和年仔有点不一样的。年仔的眉眼像长泽，阿念更像我。当初把年仔孵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气呢。我生的孩子凭什么像那个负心汉？原来像我的那个在这儿啊！也不知道长泽怎么养孩子的，他自己就冷得像座冰山。如今养个阿念也这般少年老成。谢谢石英姨姨，要是我娘亲还在就好了。别难过，虽然你没娘，但是我也没爹，正好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好了好了，臭小子别闹了，我有话说。阿念，我已经找到你的家人了。什么？那阿念不是要走了？我不要，娘亲，我舍不得阿念，我要和阿念在一起。没等我多说什么，年仔就已经拉住了阿念的手，两个人瞬间泪眼汪汪地看着我，神情好不可怜。我虽然也想留住他们，却也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，若是被长泽知道我带着年仔隐居在此，只怕我一个孩子都留不住。年仔，阿念的家人在找他，若是他不回去，对方该多担心。年仔并非不懂，但小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玩伴，突然之间要分离，那种不舍的情绪立马裹挟住他。我心软，干脆留了时间给他们道别。等到山谷口，年仔还是依依不舍。你以后还能来找我玩吗？两个孩子依依不舍的道别。当然，我有空就会来找你的。阿念，回到昆山墟，别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和年瓦的事，好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就是云岚山小小的妖精，若是被长泽帝君知道，只怕会有点麻烦。没猜错的话，阿念自己也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此番他回去，定然会被长泽盘问。我并不想让长泽发现我和年仔的存在，叮嘱阿念也是为了不必要的麻烦。阿念听懂了，他沉默着点了点头，又想起了离别前和年仔的承诺。那我是不是也不能去找年仔玩了？黑漆漆的眼睛里充满期待和忐忑，仿佛我拒绝的下一秒，他的眼底就要涌上眼泪。沉默的功夫，前方已经到了昆山墟的地界。我看着祥云缭绕、鸾鸟和鸣的巍巍仙宫，内心暗自感慨了一声：这么多年，这里倒是一点变化也没有。收拾好情绪，我低头看向阿念。好了，
我便送你到这里了。正要挥手告别，一道沉冷的声音却突然从身后传来。阿念，印象中，长泽不是在修炼，就是在闭关，甚少踏出昆山虚仙门，堪称神界最宅帝君。不过如今再见，他倒是没怎么变，身躯凛凛，威严冷傲，偏生长了张迷惑人的无欲无求的清冷神颜，让人心生觊觎的同时，又不敢针对他做出些什么。我当初那也是猪油蒙了心，成了摘着高岭之花的第一人，但后果也众所周知。阿念愣愣地看着长泽走近，后者的目光垂落在他身上。去哪儿了？轻飘飘的一句询问，却带着严厉压迫之感。长泽说：“阿念今日本该去和尚使元尊那听课，没想到到时辰了，还没见到人，派人去问，才知道人不见了。小太子走丢可不是什么小事，众人里里外外找了个遍，就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大胆，自己偷偷溜去人间。”长泽脸色冷厉：“你倒是长本事了，谁教的你这样？”阿念低着头，看见他被长泽如此训斥，我一抹心疼浮上心头。长泽平日里对阿念也是这般严厉，不应该啊！难不成是因为阿念长得像我，他就把当初在我身上受的气都撒在了阿念身上？好个狗东西！早知道当初一颗蛋也不该给他留。突然，一道凌厉的女声伴随着仙音飘来。小殿下回来了。听见扶摇的，我瞬间眯起了眼睛。300年不见，他地位似乎升了不少，身后仙娥由4位升至8位，隐隐有昆山虚掌事之人的威严。扶摇紧挺袅袅的上前，他向来八面玲珑，一眼就看穿长泽与阿念之间气氛不对，于是看向阿念：“小殿下，你擅自偷溜出宫，帝君担心你，连今日的众仙论少都逼了去，就为了找你。”对不起，父王，是孩儿错了。罚你练剑5个时辰。阿念被仙娥领着走，扶摇悠悠转向长泽，我悄无声息地打算离开。等等，可刚一转身，身上骤然落了道沉冷凌厉的视线，我的脚步顿时定在原地。长泽缓缓扶到我面前，目光凝视着我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扶摇的目光也随之投了过来，他似乎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，眼底顿时升起一抹审视。好在来之前，我隐匿了气息和真容。我低着头，粗着嗓子躬声道：“小妖是下界修炼的一株无名香草。”扶摇询问道：“是你将小殿下送回的？”扶摇狐疑地盯着我，他生性敏锐，见我话语找不出纰漏，眼底浮现轻微傲意。是。既如此，还得多谢你。你可知你遇到的是长泽帝君的小殿下？扶摇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面上还得带着笑。你走吧。要的就是他这句话，从一开始喊住我，却从始至终一言不发的人突然开口。你刚刚说你是哪座山上的？我自然不可能说出真正的山名，便胡乱捏造了一个。回帝君的话，小妖来自极北之地的青鸾山。我不免有些内心忐忑，因为落在我身上的那道目光迟迟没有移开。帝君，可有不妥？没有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察觉到他垂眸时眼底泄露出来的一抹失误。今日之事，多谢。本君欠你一个人情，他日若有事需本君相助，来寻便是。这话倒有几分耳熟，他之前也说过，但那时候我听不出这是他的客套话，笑嘻嘻便凑上去了。不敢，后来想想自己当真神经大条。回到云苍山，我去找了趟年仔。原本以为他会跟阿念一样委屈难过，没想到他竟然已经哼着歌在一旁薅比翼鸟的翅膀了。我诧异年仔变了心性，又想到年仔这些年跟我隐居云旁山，好不容易遇见个合得来的小伙伴，玩了没多久就分开，他心中伤心是肯定的，但他不表露出来，可能是怕我愧疚。想到这里，我还真愧疚了。年仔，是娘亲对不住你，下次娘带你去人间玩好不好？年仔点点头，显得无比乖巧。我心中甚慰，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但我显然低估了自己对年仔的了解。按照他那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，怎么会如此安分地待在这里？几天之后，我从洞里一出来，就不见了他的身影。我遍寻山谷不得，正疑惑，就看见年仔用法术在树叶上留的字：“娘亲，我去找阿念玩了，勿念。”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，随后心底又升起一抹担忧。年仔不比我法术精通，
万一他在路上遇到仙界的人怎么办？思至此，我也顾不得自己几次三番上昆山虚会被人怀疑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，刚到昆山虚的地界，我就碰见了阿念。年仔，石莹姨姨，听到他叫我名字，我便知道我遇见的并不是年仔，而是阿念。石莹姨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来看我的吗？年仔说来找你，你有见到他吗？我今日随父王去听众仙论道了，父王还有事，便让我先回来了。或许是我脸上的担忧过于明显。石莹姨姨，你别担心，年仔肯定没事的，我和你一起去找。我的心底划过一股暖流，正要说点什么。小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帝君刚刚不是让你去书房吗？父王何时让我去书房了？就在刚刚，小仙刚刚还见到帝君和殿下呢。阿念疑惑的声音顿时止住，我瞬间明白他的意思了。他回来后并没有见过长泽，那让长泽叫去书房的，该不会是年仔吧？我满头黑线，又一脸忐忑。变化了容貌，跟着阿念朝着长泽的书房走去。刚到殿外，我就看见大门敞开的书房里一站一坐两道身影。昨日教你的心法可背熟了？站在他面前的人一声不吭，但背在身后的手左右纠结着，小脑袋也时不时偷偷摸摸地转着。不用猜，我都能想象到此刻年仔脸上滴溜溜转的眼睛。阿念，你叫我？我察觉到长泽呼吸微沉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我是问你，昨日的心法可还背得？那个，昨日今日怎么回事？如此心神不宁。年仔不是阿念，根本答不出来。按照长泽那严厉的性子，定然是又要教训。留在这里，把心法背会了再用膳。长泽说完，甩着袖子就离开了。你父王一直对你这么严厉吗？也还好了。可怜的娃。阿念像是做贼一般，左顾右盼。我一脸好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怕被人看见。放心吧，这个时候你父王正是处理公务的时候，书房一般不让人靠近，你也不必担心。石莹姨姨，你怎么对我父王这么了解？快进去吧。年仔全然忘记了刚刚长泽跟他说过的话，正跟个好奇宝宝一样四处观察着。也不知道他又盯上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娘亲！年仔眼睛一亮，倒是很快辨别出我的真身，随即又跟意识到什么一样。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敢跟我玩离家出走，不告而别，看我不打你！平常他在云苍山上房揭瓦也就算了，今天居然还上了昆山虚，被人认成阿念还大摇大摆，无所畏惧。哎呀，娘亲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副臭屁调皮的样子，真是气得我脑袋疼。阿念，快救我！今天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！阿念看着我和年瓦相互追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好玩，干脆一起加入了我们。看着面前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玩起了小鸡躲老鹰，我又气又笑，但年仔似乎毫不畏惧。娘亲，我饿了。我正想说带他回去吃，饿了，我去小厨房给你端糕点给你吃，可好吃了。不用。我想的是不能久留，免得惹出什么事端，但拒绝的话刚一说出口。你们要走了吗？不能再陪我一会儿吗？能，娘亲，我们陪阿念吃完东西再走呗。你都不知道，阿念的父王好严厉啊，居然让阿念抄那么长一本心法，阿念好可怜啊。要是他不顶替阿念，阿念至于遭这一趟罪吗？这个点，长泽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，吃个东西应该也不会耽误多长时间，好吧？糟了，我们把父王的东西撞掉了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娘亲，这画上的人和你好像啊！我眉心顿时一跳，画像上的人正是当初我在昆山虚时的装扮模样。还真是。
不过，石莹姨姨，你的画像怎么会在我父王的盒子里？娘亲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再说你们怎么确定这就是我？天底下相似的人那么多，看看你和阿念不就是吗？这不是我，你们认错了。吃完了没？吃完了该走了。又恐生事，我拉起年仔准备离开。阿念亦步亦趋的要送我们到书房门口，结果没走2步，就听见门外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帝君不在，扶摇，怎么办？我皱了皱眉，捧起年仔的脸：委屈你了。妈呀！他话音未落，我便将他变成一条小蛇缠在了自己的手腕上，借着衣袖遮挡。刚做好这一切，扶摇便迈步走近。放肆！你是哪宫的仙娥，竟然随意进入帝君宫殿？是我让他进来的。父王让我抄心法，我饿了，他是给我送点心的。扶摇猜疑的目光在我身上定格，眯着眼睛审视着低头的我。扶摇姑姑，你找父王有什么事吗？父王不在。也没什么事，不过是蓬莱仙界送来了几匹瑞兽，请帝君过去看看而已。帝君既然不在，那我稍后再来。阿念，我真的得走了。有了扶摇突然出现的事情在，阿念也不好久留。好吧，石英姨姨，你有空记得来看我。这话说的，好似昆山区我能畅通无阻一般，但到底是不忍拒绝。我摸了摸阿念的小脸，会的。刚走出昆山虚仙殿大门，盘在我手腕上的年仔便迫不及待地动了动。娘亲，我能不能出来了？可安分点吧你！你知道今天差点出大事了吗？话音刚落，一道攻击力极强的术法仙光便从一旁袭来。紧随着的便是扶摇冷冰冰的声音：果然是妖，这下我看你往哪里逃。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察觉到不对劲的，竟然一路跟着，直到我出来了才动手。如今我只能庆幸现在的面目和上次送阿念回来时一样，但扶摇竟然记住了。是你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。别以为你救了小殿下就能为所欲为，自由出入昆山虚。像你这样携恩图报的人，本仙见多了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我出来帮你。别出声，你待着就好。我不欲和他在这里纠缠，但扶摇看我一直护着袖子里的东西，还以为我偷了他们昆山玉的什么宝贝，竟然让我拿出来。拿出来！早听闻扶摇仙子守着昆山玉，将自己当成这里的女主人，一草一木都要管辖。如今一看，果然传言不虚。一个妖精，敢讽刺我！我原本打算收拾他2下就走，他这些年估计是养尊处优惯了，竟然半点长进都没有。何人敢在昆山虚撒野？熟悉的、冷沉的声音，如同玉石击撞一样砸向我的天灵盖。帝君，帝君，这个妖精不识好歹，竟然上昆山虚偷盗东西！帝君，快点杀了他！你偷了什么东西？小殿下，不是阿念。不许欺负我娘亲！父王，别伤害他们！父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你别伤害他们。怎么会有2个小殿下？可长泽不是，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脑子又灵光得很。仅仅只是一瞬间，他灼然漆黑的目光便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我被长泽盯着，心里在打鼓。不管何时，在长泽面前，我好像总是没有秘密，无处遁形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一道冷风就拂面吹来。石英，阿念困惑地看向长泽，
似乎意外他怎么也会认识我。我看他紧握着拳头，像是隐忍般。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可又忍不住伸出手，似乎想要触摸我。负心汉，竟敢伤我！儿子，快跑！父王，你怎么笑了？回到云苍山，我找了个地方疗伤。往日调皮捣蛋的年仔，如今倒是乖巧。他也没想到会因此让我受伤，此刻正眼泪汪汪，又担忧又局促地看着我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责备他的意思，说到底我也有错。没事，没事。长泽虽然看着冷冰冰，招式也是，但除非是大凶大恶的妖，不然他初次出手杀伤力都不大，顶多就是受点小伤，我休息2天就好了。年仔半信半疑，但又太过担心，干脆就守着我。他窝在我的身边，身子小小的软软的，不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将他孵化出来，那个时候年仔也是这样，一转眼曾经香香软软的小人儿，如今也变成了能闯祸的混世魔王了。我正感慨着，冷不丁听见年仔问我：娘亲，今日伤你的人是阿念的父王，你认识他吗？这要说不认识，不太可能。年仔虽然年纪小，但脑子没问题。要说认识，我其实不太想让年仔知道我和长泽的过往。在我打算用装睡蒙混过关时，全然忘记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阿念。长泽无法得知的，他都能从阿念那里知道。于是第2日清早，我就在一处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醒来。之所以熟悉，是因为这是我在昆山虚宫殿的住所，而陌生，则是我已经300年没有回到这里了。醒了。长泽，我眯起眼睛看向坐在那里的人，青衣素袍，清冷温良，全然不见那日的肃杀冷漠。说实话，看见他的那一刻，我有点恍惚，好像回到了当初和他初相识一样。我跟长泽的孽缘始于300年前，故事略显俗套，左不过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。后来被带回天界，又因为妖精的身份受众人排挤，最后在生下长泽的双胞胎龙蛋后，死遁逃离。但没想到有时缘分便是这般奇妙，该遇见的还是会遇见，该重逢的还是会重逢。年仔呢？和阿念在一处，你不必担心。他云淡风轻，一派稳重坦然得很，我几乎要气笑了。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长泽的目光便转了过来。世英，你瞒得我好苦。他目光定定，眼眸深处似藏了很深很重的东西。长泽没有敌意，相反，他更像被抛弃后来讨公道的。我真是感到好笑。和他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何曾见过他有这般深情不移的时候？思及此，我干脆也深呼吸一口气。左右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长泽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这一次不如就彻底断干净。我找了个位置和长泽面对面坐着。这么多年，你忍心丢下我和阿年？长泽帝君难道不知为何吗？长泽神色复杂地看向我，我大抵猜出他为何心情复杂。曾经我心悦他的时候，整日跟在他的身后，极尽乖巧讨好，甜言蜜语。何时这般言语带刺同他讲过话？当初他去东海瀛洲降服妖兽，受伤后不小心坠落我家仙山，我救下他，让他以身相许，他答应了。可将我带回昆山虚后，却冷落我。他任由我被扶摇和其他仙人欺凌嘲讽，也未替我出头半句。我也不是死缠烂打之人，当初之所以要他留下，不过是千百年来我独自一人生活，觉得孤单寂寞，想找个人作伴。若是长泽不愿意娶我，直说便是，我也不会硬要挟救命之恩让他报答。偏偏我提出和离他又不肯，堂堂天界帝君如此优柔寡断，我心里怎能没有怨气？若他坦荡一点，当初我也不至于想出带娃死遁的法子。如今他反倒回过头来怪我欺骗隐瞒。长泽自知理亏，他在我面前沉默良久。阿莹，是我不好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还有阿念，他一直很想你。所以你就把我掳了回来，打算将我关起来？不是，那天我无意伤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养伤。接下来几天我没再见到长泽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招人讨厌，没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决定去找年仔，正巧在阿念的小书房里遇见了两人。哎，原来你爹就是我爹，原来你娘就是我娘。
年仔和阿念各自拖着下巴，表情是同样的愁眉苦脸。估计这2天他和阿念相互串通，各自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了关于我和长泽的那部分。两边一合计，也就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事件。在我纠结陷入愁绪时，我又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——扶摇。不同于上一次，此番他看我，石英，你居然没死！其实说起来，我和扶摇无冤无仇。他是昆山虚的守山弟子，在我和长泽相识之前，他就已经在昆山虚主事了。那个时候我出道仙界，局促不安，他对我事事提点关照，我还以为他是好人。后来被几次陷害才知道，是他在背后搞鬼。比起那些直接要你命的妖兽，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行径更可恶。不好意思啊，看我没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我不会忘记扶摇对我做的一切。那时候我离开的心意坚定，偏偏因为有孕被长泽看得紧。是扶摇找到我，他说有办法帮助我离开昆山虚。无奈之下，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选择在分娩当日让他助我假死脱身。我看见扶摇漂亮的脸气到扭曲，眼神似刀子一般，恨不得在我身上戳几个洞。我朝他露出一抹笑。扶摇，当初你的大恩我可都记着。看到他眼底心慌与愤恨并存，这才离开。几天之后，我要带年仔回云苍山。长泽听到消息，和阿念一起在门口堵着我，2个人也不说话，就站在廊道一旁看着。回到云苍山后，日子又恢复成了以往一样。我空闲时遛娃，偶尔督促一下年仔的功课。但奇怪的是，自从昆山虚回来，年仔意外的乖巧听话，每天刻苦修炼就算了，连他最喜欢的打鸟摸鱼都不做了。不对劲，十分不对劲。阿念，看着面前的小人儿，胡闹！我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。阿念真是被带坏了，居然也跟年仔一样，2个人互换身份，紧接着就要把阿念送回昆山虚。阿念沉默不发一言，我依然能从他的情绪中感知。正想说些什么，突然一道缚仙网便从天而降，将我和阿念罩在其中。当初若不是你命大，你觉得你能生下他们？还有你给帝君留下的那个孽种，要不是帝君日夜守护孵化，我昆山虚容不下你这般心术不正之人，废去全部修为，贬入蛮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回天界。阿念，有没有受伤？我抱着阿念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当初他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。回去之后，阿念就病倒了，他发起了高烧。娘亲，别走，我会听话的。娘亲，阿念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快了，等烧退了就好了。这几天我寸步不离地照顾着阿念，给他喂药喂饭，晚上就趴在床边守着他。长泽也每天都会过来，只是默默地带来一些天界的灵药，放在门口就走。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可我现在还不想原谅他。当初他任由扶摇欺负我，对我不闻不问，这种账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的。3天后，阿念的烧终于退了，精神也好了很多。我看着他能坐起来吃东西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也开始收拾东西，打算带着年仔回云苍山。可我刚把包袱收拾好，阿念就从床上爬了下来。娘亲，你别走，我想和娘亲在一起。他仰着小脸，眼睛哭得通红，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裙摆，生怕我下一秒就消失不见。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娘亲才会丢下我，不喜欢我？我以后会很乖的，我会好好修炼，会帮娘亲干活，不会惹娘亲生气的。娘亲别丢下我好不好？阿念，我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出了房间。想要我带阿念回昆山虚，绝不可能。我要带走阿念。当初我留下他，是为了断绝你找到我的念索。如今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能再丢下他。
我只要阿念。好，阿念跟着你，我放心。以后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昆山虚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。那日之后，我便带着年仔和阿念回到了云苍山。原本空寂冷清的山谷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。娘亲，你看，这是整座山头最漂亮的花，全都给你。那时候，父王总是坐在冷冰冰的椅子上看书，阿念就想，要是能像现在这样跟娘亲说话就好了。我时常搬一张藤椅，躺在山谷中央的花海旁，晒着太阳，看着两个孩子在不远处玩耍。娘亲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应该会在云苍山避世不出，但我并没有与世隔绝。比翼鸟依旧会每天从外面飞回来，给我带回来山谷外的各种消息。果然如此。年仔，阿念，师爷，出大事了！南边妖兽横行的黑风谷里死了一个仙姬。哪个仙姬？是扶摇，那个被贬去蛮荒的扶摇。听说那仙姬是从昆山虚被贬下去的，好像叫什么扶摇。他刚到黑风谷没几天，就被一只黑熊精给吃了，连骨头都没剩下。娘亲，哥哥抓到蝴蝶了！我回云苍山之前，特地绕道去了一趟黑风谷。事情别得意太久，等我历练结束，恢复了师修为，定然还会来找你报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带走阿念之后，昆山虚就只剩下长泽一个人了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竟然把昆山虚的事务都交给了手下的仙将，自己跑到云苍山的山谷外，建了一栋小小的木屋住了下来，大有一副仙人隐士下凡体验人间烟火的架势。一开始我还觉得特别无语，觉得他阴魂不散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和他说到底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当年的事扶摇是主谋，他只是太过冷漠，没有护着我而已。而且年仔和阿念都是他的孩子，总不能让他们父子分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帮我问问，这道佛跳墙，年仔和阿念会喜欢吗？娘亲，好香啊！下盘要稳，心神合一，再坚持1刻钟。爹爹，我累了。爹爹，我们要吃饭。快进来吧，菜刚做好，还热着呢。父王做的菜真好吃，比娘亲做的好吃多了。别听孩子俩说，我只是放了些提鲜的灵草，论火候自然是比不上你的。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我早送他去见阎王了，一个沾着妖血的怪物，也配染指帝君？我起了杀心，想要奋力拼死一搏，但就在这时，长泽沉冷似冰的声音凌空传来：“你说谁是孽种？”帝君，我是误会了，我以为他是潜入昆山虚偷东西的妖物，